哎，我还以为你要授何校尉呢，我看你就是嘴硬心软。你为何不懂得我也被杀死了才现身？你早就到了，直到此时才出现。你就是故意的。是啊，我就是故意的。石七郎，有消息了，孙敬果然出兵了。他兵分两路，一路去了洛阳，一路直奔咱们大营来了。果然被你料到了，孙敬这个老贼，真的趁崔乙攻打洛阳城之机，派兵攻打我们镇西军，而且还派了一支军队去了洛阳城，看来是想白捡这个便宜啊。那我们就先在这里杀他们个猝不及防。天气都凉了，哪来这么多花呀？秦王不是命人每天送来一束花吗？
我就把这花瓣、花蕊啊都给摘下来，能入药的入药，不能入药的就入浴，绝不浪费。我们家桃子还真是不嫌麻烦呢。每天待在这儿，闷都闷死了，总得找些事情做吧。这之前秦王送来的衣饰还真是挺好看的。小薇，我觉得你还是这样打扮最好看了。你呀，就是喜欢我打扮成这美娇娘的样子。咱们校尉在军中那也是十分的英姿飒爽，但你难得像今日这般精心打扮，我还是觉得你这样最美了。哎，今日怎么秦王迟迟没来？我猜他肯定是被什么事情给绊住了，搞不好副帅已经到了。洛阳城里可得争口气了，能挺一刻是一刻。若洛阳城破了，孙晋的人马马上就会调转过来和他们会合，来夹击我们。到时候啊，就大大的不妙了。老四，咱俩赌一把，什么？就赌这洛阳城，他能守到几时几刻？不跟你赌，不跟你赌。洛阳恐怕是一时半刻也守不住。哎呀，一帮莽夫！如今只能指望崔乙能够阻孙敬一族了。真的，大将军真的来了。我虽然是猜测，但是8、9不离十。这些年，崔家军都以公子的名号在外征战，副帅一直久居营州，但一招出手便大破孙敬之军。李逆这个人心思缜密，他摸不清副帅的行事做派，便不会轻举妄动。那秦王到底想干什么啊？难道他想跟大将军开战？上兵伐谋，其次伐兵。李逆的上上之策，肯定是想拉拢副帅，合纵连横，收复西长京，力保李氏江山不失。啊，这个李逆想的还挺美的。小姐，你可什么都别跟他说。这次大将军来了，可得好好揍他一顿，给咱们出口气。放心吧，我肯定不跟他说。再说了，副帅是何等人物，又何须我说呢？十七郎，俘虏已经全部安排好了，而且还有些伤兵，也给他们上了药。咱们这一仗又折损了孙敬不少人马。撤！十七郎，崔义与申使从丰台门攻入洛阳，新王和齐王还有陛下皆无消息。哦对，崔义还派人送了封信过来。今奉陛下及信王、齐王于洛阳，以咸邑之城，望殿下即刻送还我崔家军人，否则必提兵相见。果然是有其女必有其父啊，真的是半点亏都不肯吃。殿下，请用茶。来，谢谢。这护腕还带着呢。是啊，取银针时费了些功夫，之后就再也没有取下过了。连护腕都只有这一个，殿下何至于如此窘迫？若有人愿意再送我一只，我自然乐意收下。殿下军务繁忙，既特意到此，想必是我副帅
令殿下看到了他的诚意。我之前呢还好奇你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，结果果然不出我所料，他与你简直是一模一样。你不愧为他的女儿，他也不愧为你的父亲。这话如何说啊？你的父帅呢，已经不费吹灰之力攻入洛阳，我父亲和2位兄长全部被你的父帅俘获。父帅生性豪爽好客，想必陛下也会十分适宜。你说，你长得这么好看，是像你父亲多一点，还是像你母亲多一点？别以为你跟我说这些甜言蜜语，我就会忘了你把我关押在此处之仇。你父亲这般好客，我哪敢再留念？只是仅此一别，再相见时，不知何时何地。你打算什么时候放我走啊？崔大将军写了信，说希望明日就能见到你，我哪敢不从啊？明天啊？明天。实在太快了吧？那，你试试。你真的做出来了？你能听到？啊！以后只要你吹响它，我就会立刻到你身边。我在这儿呢。怎么了？你不喜欢吗？我很喜欢，我就是想吃猪耳朵。我跟你去吧。哦，你别难过，我很快回来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明天就要走了，你真的要现在去买猪耳朵吗？那，你不是说你想吃吗？你呀，真是蠢得不可救药。在这儿呢。十七郎，你不是说这周围有重兵把守，还有好多斥候吗？是啊。那如果我们从这儿悄悄溜出去，
会有人发现吗？试试。来，比谁先到马厩。好啊。殿下，你输了。不知道这样，算谁胜谁负？那就再比一比，看谁能先到问路远。乐游原上遥望京都，果真很美啊。其实，我一直都很好奇，你究竟是怎么样知道我的身份的？崔家大小姐的气度，自然不是普通人可及啊。我的身份还有和公子的关系，别人都不怀疑，怎么偏偏就你能看出来？当初呢，你骗我说你是崔公子的侍妾，我便对你的身份起疑，于是我便设宴试探崔公子，更是佐证了你的身份并不简单。你和你们家公子名为主仆，实则他对你更尽几分。加之洛阳城之前，我又撞破了你替你们家公子上阵御敌。我就知道，当时你挑开我的面具，不免会疑心。可是当时我只是带公子上阵。你又如何能确定我就是父帅的女儿？当日你在潼关不顾自身安危也要救崔大将军，在旁人看起来可能全无破绽，但经过我细细琢磨之后，我总觉得不对，终于就被我猜到了。原来你早就知晓了。你知道吗？我常常在想，如果你不是崔家女儿，我也不是李氏子弟，我们之间会不会就不会有这么多隔阂和波折？
你立太孙为储君呢？我们私奔吧。待到天下太平，寻回太孙之后，我们就离开西长京，一起去劳兰观，过逍遥自在的日子，好不好？虽然知道不是真的，但是听你这么说，我还是很高兴。当日我们约定，等到海清河晏之时，同游乐游园。可惜，天下未定，明日我们就要各奔东西了。会有那天的，到时候我们就先游乐游园，再去劳兰观。我们一起骑马驰骋，去看看这山河，好吗？好。明日分开，再见，就不知何时了。当日得你所爱，今天完璧归赵了。阿莹，你跟你们家公子真的是从小一起长大的？我看你是对这件事情尤为在意。那当然了，我第一次见到你们就那么亲密，我心里就不舒服。那你为什么还要问？公子他八成已经不在人世了。我就是想听你对我说清楚，我心中便不再有猜忌。以后呢，保证也不问了。公子的本名叫做柳成风，小的时候他救过我。他父母早亡，所以爹爹就把他收养成了义子。我阿娘年轻的时候受过伤，身子不好，所以跟阿爹结离10年也未生育。但那个时候，爹爹已经是边陲大将，朝中为了牵制爹爹，借口他无子，非要赐给他一位夫人。后来阿娘心一横，到处研医问药，最后终于有了我。可惜，还是无法应对朝廷。阿爹便谎称自己生了个男娃，按照崔家的排行，取名为崔林，奏报于朝中。原来如此。后来，阿爹在瀛州对抗接硕，阿娘力战殉城，朝中追封阿娘为武烈夫人。阿爹感念阿娘的情谊，再未续弦。后来阿爹也把我当成男孩一样养大，但在我7、8岁的时候，女孩的样子再也掩盖不住了。阿爹就让柳成风
顶着我崔琳的名字，在军营中行走，以免我是女子一事被揭穿。公子因为我，从小到大遭受了不少危险，就连他的名字也不被人所知，所以他活生生的活成了我的影子。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，我把他当作兄长，自然要比旁人亲近一些啊。你把他当兄长，他心里可不这么想。他都已经不在了，你还要这么介意吗？怎么总是说我？那你呢？我怎么了？顾相家的那位小姐十分中意你，在西长京的时候还不顾危险到客栈来给你报信，你就不感念人家的情谊吗？顾小姐同我和我同她可不一样，她十分中意我，我又不中意她，只好令她失望了。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？十七郎，你唱首歌给我听好不好？我哪会唱歌啊？我就只会哼一哼劳兰关的小曲。劳兰关的小曲儿也好啊，我想听。这些乡野民歌啊，可比不上阳春白雪，都略显粗糙了一些。崔小姐，多担待。绝不嫌弃。好。劳兰河水18弯，第一弯就是那银松滩。银松滩里的鱼儿飞呀，比不上那姑娘推开了窗。劳兰河水18。唱得不好啊？是有点走调，那你还让我唱？但是很好听。真的吗？嗯。那我认真唱一遍。好。那我要认真站起来唱了。劳兰河水18弯，第一弯就是那银松滩。银松滩里的鱼儿飞呀，比不上姑娘的梦儿美。劳兰河水18弯，第二弯就是那鲫鱼滩。哎呀，你要再不醒来呢，我就要亲你了。我真亲你了啊！
石欣柔，我们走吧。何校尉，请。公子，你醒了！公子，你终于醒了！校尉呢？校尉没事，校尉真的没事。我看到镇西军从山上冲下来，定然是救了他。公子好好疗伤，咱们还要回去见校尉呢。来。将军，大将军，回来就好。秦王，信王、齐王，我已经派人送回你营中了。至于你父亲，你既然来了，待会儿就亲自接走吧。崔大将军心怀大义，李逆感激不尽。今日秦王既然来到我营中，不如进帐一谈。好啊，正有此意。咱们可算是回来了，你也终于见到大将军了。父亲都瘦了，你别担心，刚刚我望了望大将军精气神，他定然康健无恙。校尉你就放心吧。校尉，你真的不担心啊？担心什么？这可是在咱们崔家大营里，那李聂也不敢把父亲怎么样的。我不是说这个，我是说，你难道不担心大将军会对秦王如何吗？你说，大将军把秦王请入帐中，会不会埋伏好了弓箭手？只要等他一进去，他就摔杯为号，立刻将他杀了。放心吧，不会的。萧伟，你是相信秦王，还是相信咱们大将军？如此笃定的说不会，这两个人，我都不信。这个簪子怎么会在秦王的身上？是崔小姐所赠。秦王以为凭借此就可以有恃无恐吗？崔大将军误会了，今日送崔小姐归来，是另有要事，要与崔大将军商议。秦王恐怕是想借我崔家军之力，收复西长京吧。之前秦王曾写信胁迫于我，
今日还亲自送小女回来，想必秦王是觉得老夫不敢取秦王的项上人头。但是2个我都信。你这又是打什么哑谜？我听不懂。你这是着什么急啊？哦，我差点给忘了，是不是那个谢长儿也来了？所以你担心大将军把秦王杀了，连带秦王带的人也一块给杀了。小薇，我跟你说认真的，你就会打趣我。大将军，阿爹，吃饭啦，来尝尝我给你煮的面条，可香了。阿阳啊，你怎么不问问秦王去哪儿了？难道阿爹还要我把秦王杀了不成？哼，敢扣我女儿，还敢写信胁迫我，难道不应该杀了他？那阿爹还扣了他2个兄长，还有他父亲，所以你看秦王只能乖乖的把我送回来了，2相抵过，这样算起来，我阿爹还赚了呢。我正想问你呢，你怎么把你阿娘留给你的簪子送给秦王了？那是他赢了，我给他的彩头。什么赌约呀？值得你把你阿娘留给你的簪子做彩头啊？是这样的，阿爹，当初在并州的时候呢，那个韩立翻脸不认人，我跟李逆呢都是性命危在旦夕，所以我们俩就打了一个赌，谁要是赢了，那另外一个人就来帮助这个人成功逃脱，输的那个人就留在并州来做接应。李逆他输了，所以他就帮我先行逃脱，我就把我的簪子送给他当做彩头了。胡说，明明是你赢了，为什么要给他彩头啊？难道他当时是故意输给你的？阿爹啊！阿英，你别被那小子骗了。他要是故意输给你，让你安然脱困，又怎么会让你知道？阿爹，你的阿英有那么傻吗？哼，那可不好说，突然间犯起糊涂来呢。总之啊，这小子骗了我的女儿，还把你扣在太清宫里，实在是可恨。对，确实可恨。现在李逆终于落在我的手里，杀了他，正好解我心头这口恶气。如今东都已经在我崔家军的掌控之中，收复西长京，这天下就可以太平。你当初出瀛州，希望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愿望，就要实现了。阿爹，你要是此时杀了李逆，那天下百姓就再没有好日子过。你当初在瀛州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，你说皇室李家昏聩无能，天下唯有能者居之。那当时这不是不认识李逆吗？哎，阿爹，我跟您说啊，这个李逆呢，他自出劳兰关，能征善战，最难得的是他没有功利之心，只想平定叛乱，然后就重返边关。他是一个能担大任，却怀有一颗慈善悲悯之心的人。这样的人啊，才是战乱之后最好的君主，要不然以后无论是谁上位，必定还会天下崩坏。你向来眼高于顶，没想到李逆竟如此得你青眼。我已经把他杀了，以后不要再提他了。我不信，阿爹是不会杀了他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了解您啊，就算阿爹再恨他再恼他，也要等咱们收复了西长京，再过河拆桥，把他杀了。照你这么说，留下秦王还有几分用处？当然有用。爹，哎呀，痛！
我女儿说了，留着你还有用，就暂且不杀了。你也真是的，打不赢我阿爹就不会逃吗？被绑成这样关在箱子里，很舒服啊。倒也不是打不赢，我就是打不赢，但也不能逃啊！我这不还指望崔大将军能够助我镇西军收复西长京吗？原来阿爹是答应秦王要一起出兵收复西长京了，多谢阿爹。这回你可放心了，也不催着阿爹用饭了，也不管那面是不是坨了。马上重新再煮一碗。慢点吃，慢点吃。好吃吗？好吃。这是刚才绳子勒的。没事，过2天就好了。你可真傻，小仗则受，大仗则走。这么大一个人被捆得结结实实，窝在箱子里多久了？不怕伤到筋骨吗？也没多久，就是呢，在你进来之前，大将军跟我说，要一起出兵收复西长京，可以，但他得先把我绑起来，关进箱子里，看看你的意思。如果你想杀我，那就不用等出兵了，他就立刻一刀砍了我脑袋。但如果你想留我一条性命的话呢，他就答应我，一起出兵收复西长京。你就那么有把握？我不想砍你的脑袋啊！也许我是故意把你骗到崔家军大营里来，好报仇雪恨呢。毕竟你把我在太清宫关了那么久。你生气了？当然生气了。你真记仇啊？当然记仇。那你让你阿爹一刀杀了我，也不解恨啊？哎，我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你看，一辈子这么长，要不从今往后，你就天天折磨我，使唤我，开心了不开心了都拿我解闷。我觉得这样才更解恨，你觉得呢？你想得美。我当然想得美。说什么？桃子，吃吧。你刚刚怎么啦？像个热锅上的蚂蚁一样，走来走去的。你放心吧，我刚刚已经去看过了，秦王他安然无恙，现在跟校尉一起在他营帐里用饭呢。其实不是因为秦王，不是为了秦王，那是怎么了？我是怕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你想之后天天见到我呀？但是我们马上就要分开了，之后还要打仗，万一我受伤了，或者反正也没有人会告诉你，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你胡说什么呢？不会受伤的，不要瞎说。也是，有你送给我的药，我受伤了也没关系。傻子，快吃
吃吧，都凉了。行军打仗总是要小心些的，别总想着自己要受伤。真香。慢点吃。那位义士千叮万嘱，让您不可劳累。我不知道阿莹现下安好与否，你叫我如何等他？可您的伤势还未痊愈，您这样赶路，和自残何异啊？你看看这一路留下的记号，崔家军就在附近了。我今日必须得回营，见到阿莹我才能安心。公子，校尉吉人天相，他一定会没事的。公子，阿寿，快！阿莹，我真舍不得走。那你要不要留下来？我倒是想，我想带你一起走，只怕你阿爹崔大将军肯定不会答应。那你是想得太美了。我送你个礼物。
韩英，韩英，等到天下太平，我定娶你为妻。等我上门提亲，我一定会上门提亲。我要娶你，我要娶你，我要娶你！韩英，我要娶你！公子，快走！离开这儿！秦王，你该走了。阿英，保重，等我。阿英，等到天下太平，我定娶你为妻。我要娶你，我要娶你！公子，咱们回去吧。回哪儿？我已经没有家。可是不回崔家军的话，咱们压根无处可去。无处可去，无路可走，无药可医。我是谁？我不是崔林，我在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无名无姓。我顶着崔林的名字活了这么多年，我都已经忘记我自己是谁了。为了他，为了阿莹，可是他现在压根就不要我，我已经把自己活成了他的影子。可是他现在根本就不需要我这个影子，我已经不知道要怎么活下去了。阿叔，我一直都觉得我不是崔林，他
她才是崔丽。她哪怕是个女儿家，她才是真正的崔丽。阿爹，还有阿姨，都不需要我这个影子，一个被主人抛弃的影子，一个没有用的影子。阿英和我永远都不可能。都怪我，都怪我。怪我身子不好，怪我不能上天杀地，都怪我身子不好，都怪我，都怪我。阿叔，我求求你，你把我杀了好不好？把我杀了，一个被主人抛弃的影子，就应该去死，就应该去死。我知道有一种续命之法。据说只要服了结说的神药，哪怕病弱的人也能康复如初。公子，我陪你去找那个神药。绝对不能去。崔家军和结说有着血海深仇，阿英的娘亲就是死在结说人的手里。我是绝对不会去找他们的。公子，只有活着才能去见校尉，只有活着才能等到校尉的回心转意。如果有神药，公子你身子恢复了，也许到那个时候，校尉就会看清李宁的真面目，校尉就能感到公子从前对他的一片真心，他就会回心转意了。你说的对，我得活着，我活着才能见到阿英，我活着才能保护她。如果有一天我身体康健，我也能上阵杀敌，她也会喜欢我的。到时候她必然不会喜欢李妮了。阿英到时候一定会喜欢我的，阿英一定会喜欢我的，阿英一定会喜欢我。阿英，阿英，你到时候一定会喜欢我。夜半风凉，还是回去歇息吧。当初我以为天下莫能敌，裴县老矣，崔有接受牵制，如今看起来，真是一招不慎。崔乙既夺东都，定会与李逆起纷争。若是杀了梁王为帝，便会与李逆结成生死大仇。哼！如果他们联手对付我，那我们就决一死战，杀个痛快。我就说，信王率军守城，他绝对守不住。唉，幸好我们跑得快，要不然等伯父攻下洛阳城，到时候就难以分说了。伯父现在是死了亲生儿子，肯定怒火冲天，暂时顾不到我。不过这么一来，到时候也只有我能继承崔家的家业，毕竟亲伯侄嘛。万一大将军知道崔公子遇袭的事根，那怎么可能呢？这人马都是乔装改扮过的，他就算往下查，那只能是查出来是李俊的人马。
如若不然，他怎么可能这么怒气冲冲的就攻下洛阳城呢？若是大将军拷问信王，只怕信王他……就算他盘问出来了，啊，就算他李俊和盘托出，那也是信口开河、胡说八道。你想一想，李俊不单单是设计害死了他的亲生儿子，又挑拨离间我们伯侄关系，伯父能信他？你跟了我这么久，能不能长点脑子？是，那咱们先找个地方藏匿起来，再看看风向。唉，也只能如此了。三郎，还没有了，吃，饭桶。小伟，齐王派人送信来了，还送了好吃的。给，大战在即，呼吁你深爱此物，特寄之疗以解闷。常言嚼之如碎玲珑，取势若破竹，碾压敌军之口彩，邦军顺遂，旗开得胜。入京后，愿同去殿中，具案大嚼干果及果脯，用侧翼后翼，皆托付于郡。替我再三拜赏崔大将军。小伟，秦王信上说什么啦？说祝我们旗开得胜。送这些来，就为了巴巴送个好口彩啊？是，特意麻烦耳朵跑了一趟，就为了送上这么一个干果的好彩头。他送干果来，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啊？哼，干果还没吃几颗，嘴这么硬啊！少威，快吃吧。赵二哥，你怎么了？我可忍不住了，石七郎！崔家军卖了潼关，害死了咱们镇西军那么多兄弟，咱们怎么可以又跟他们结盟，一起去攻西长津呢？万一他们又把我们卖了怎么办？就是啊，你说他们万一从后边反了，直接把咱们包围了。我见过崔毅，他不是这样的人。有其父必有其子，他儿子这样做，他爹为什么不能？若崔毅是这样的人，他就不会放我出洛阳城，更不会让我带着我父皇回大营了。石七郎，那咱们真的还能相信崔家军吗？镇西军把侧翼和后翼都交给我们了。因为咱们崔家军的兵力更强一些，所以他们把侧翼和后翼全交给咱们了。这个李逆果然胆大包天，他竟不怕我抄了他的后路，把他毒死在西长京城下。阿爹会这么做吗？我相信。那石七郎信，我就信。我也信。我相信你，石七郎。那我也相信石七郎。赵二哥，你相信我吗？我当然相信你。谢谢你们相信我。等收复了西长京，我就带大家烤黄羊吃。烤羊就算了，得有酒啊！对，有酒。来，干！来，干！要不是碍着你的面子，这回我早就把他给收拾了。阿爹，你才不会呢。不过，就算我们崔家军和镇西军加起来，比孙敬的守城兵马多，但自古以来，守易攻难。李逆虽然是个混小子，但不像莽撞之人。他是不是在城里还另有布置？阿爹瞧出来了。其实早在前些时日，李逆就已经派人在城中暗中散布谣言，煽动百姓去哄抢粮食。此时城中人心惶惶，一旦攻城，城中街坊必定会先乱起来。
而且我还猜他80%安排了放火，或是去太仓抢掠粮食。一旦城中乱了，太仓无粮，那守城的军士必会挨饿，这样攻击城自然会容易很多。是吗？怎么，阿爹认为这样布置不妥吗？李逆看着少年老成，他80%还有一招布置，而且这一招布置必是绝杀。光是烧掠太仓，搅乱城中民心，似乎还不算绝杀。其实我也猜测，他肯定还有招绝杀，但这一招到底布置的是什么，我目前还真猜测不出来。我倒是有点明白，你为什么瞧得上那小子了。阿爹，人家在跟你说正经事儿。哎，我在他这个岁数的时候，也没有他胆大缜密啊。虽然当时在瀛州和接硕大大小小打了几十仗，他怎么能跟阿爹比呢？他只不过是运气好一些吧。出身帝王之家，不骄矜，从劳郎关至此一路征战，负半壁江山，得万军拥护。其实运气好就可以一言代之的。阿爹这么夸他，我倒觉得他配不上我阿爹的另眼相看。哎，既然他得到我女儿另眼相看，他自然也值得我另眼相看。那阿爹以后不挠他了吧？我只是说，打仗看着还行，想娶我女儿，做梦。又懒。秦王要攻城了。不是说平凉大将军崔乙夺了东都？这正是秦王的过人之处。他不仅大大方方的把东都让给了崔乙，还说服了崔家军跟自己一起联手攻打西长京。父亲，您说秦王会成功吗？明面上呢，他是要和崔家军攻打西长京，可是暗地里一定另有一番布置。我就不知道这布置是从何而起，又如何呼应了。相爷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！秦王攻城了，好些乱民直奔太仓去了。那些乱民把太仓给抢了，太仓的守卫拦也拦不住啊。后来不知怎的，太仓就起火了，太仓又烧又抢的，只怕现在也剩不下什么了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你下去吧，命人严守门户。是。我娘，你可明白了？原来布置在这儿。对，先是散播城中无粮的消息，造成民心恐慌，然后再煽动这些乱民，把太仓给烧了、抢了。这下城中是真的无粮了，连守城的士兵都要饿着肚子，肯定没有心思守城了。正是，如今梁王早已登基称帝，孙敬素来残暴，城中又如此情形，这西长京啊，是守不住了。娘娘，
城中乱民强掠太仓，只怕李逆就要攻城了。阿进，我不想让你再去打仗。我们走吧。自从我们重逢之后，我就一直在想，这日子过得真快啊，一会儿半辈子就过去了。要不我也出家，陪你去守城吧。少华，你好好待着，等我战退了李密之后，回来陪你一块儿饮酒。我等着你回来。等我回来。给我杀！这里，还有这里，严加防守。报，大都督，镇血军和崔家军攻势太猛，四处架设云梯，几个城门都有攻城锤重击，我军将士疲惫不堪，死伤惨重啊！令进军后营上城墙，严守城门，一步都不许退，退者军法处置。是。
那些乱民竟与士兵动起手来，有的还将守城用的火药去大都督施下。城中乱民一个不留，统统都杀了。是。大都督，目前城中已乱，情势危急，大都督不如提前退走，到潼关再做计较啊。只要守住这几日，我们征败于的大军就会回来了，自然会将镇西军和崔家军包抄围剿。大都督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不要再说了，灭所有兵士。大都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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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都督。锦娘，既然我已经与李逆暗中商量好里应外合，那我们必须要在宫内也给孙敬致命一击。娘娘，你醒醒，来人！哎呀！父皇莫急，儿臣准备了快马，如果战事不利的话，儿臣一定会护送父皇南撤的。只要进入江南岸有长江天险的话，那定会安然无虞的呀。父皇，万一战事不利，儿臣愿意留下来，率后队抵挡敌军。到时还请大哥护得父皇先行一步。二弟你果然是忠勇可嘉。大哥是父皇长子，将来这天下大事和父皇都要倚仗大哥呀。我若是能留下来抵挡住敌军，护得父皇和大哥周全，就算是死也值得。哎呀，莱儿真是一个孝顺的好孩子呀！哎，二弟呀，二弟你不能，陛下，陛下，启禀陛下，前线来消息了。快说，秦王破西长京了，恭喜陛下！秦王大破孙贼，已经领军攻入西长京。什么？恭贺父皇！父皇洪福齐天，必有天下，秦王才可以收复西长京啊！恭贺父皇！父皇重用秦王，秦王才能收复西长京，此乃父皇明鉴千里，是天下之福啊！好，很好。哎呀，吴国师说的没错，朕就是真龙天命，只有朕登基为帝，才能够拯救天下苍生。恭贺父皇！
那年我16岁，按照惯例入宫拜别先帝，启程去劳兰关。那时我犯了错，先帝十分生气，不愿赐见，便命人传话于我，让我安分守己，不要再给李氏子弟抹黑。殿下现在已经收复西长京，也可以告慰先帝在天之灵了。追孙敬的人如何？哦，经过几次短兵相接，还是没能拦住他们。孙敬的亲信副将誓死护卫，看来孙敬现在应该还是昏迷不醒。他们且战且退，已经连夜退到潼关了。崔大将军呢？这破城之后，崔大将军便率队入宫，在建元殿前下马，后入云霄台。他说了一句“一行阑珊”，不过如此，便率队出宫，前往了城外崔家军的大营。不过如此，我也想如他一般，破城杀敌，到最后再来一句“不过如此”，拂袖而去。这才是真正的大将风范。殿下，您与他还是不同的。可此时的我，十分羡慕他。殿下出劳兰关，率兵秦王平定天下，现在已经收复西长京，所以从此之后，已不与世人相同，也不能再说羡慕他人了。是啊，多无趣啊！阿莹呢？他跟崔大将军一起出城了吗？哇，原来这就是皇宫啊！哎，小伟，这里好像除了楼高一点、屋子大一点以外，也没有什么不同嘛。你看，咱们现在待的地方叫做玉辉楼，往前那边是建元殿、乾政殿、景德殿。那些都是前朝皇帝理政的地方。哦，那个高墙后面就是东宫，以这个玉辉楼为界，再往后就是后宫了。哇，这么大一片屋子，得住多少人啊？皇帝有10几个儿子，100来个孙子，人丁兴旺。宫里住不下，就等这些诸王成婚之后，给他们分府，住到宫外去。只可惜孙敬谋反，把这李氏子弟几乎都屠戮殆尽了。哎，秦王来了。阿莹，有一件事，我想要拜托你。什么事？现太子妃萧氏，她忍辱负重，为了给孙敬下毒，自己也身中剧毒。如今他性命垂危，我想要请桃子给他医治，因男女有大方，请你代为照顾。原来是他给孙敬下的毒。你放心，如此大义之人，我定不负你所托。就是这盒口脂，娘娘说，若在饮食中下毒，只怕会引得孙敬察觉，所以才下在口脂之中。娘娘还说，这毒药啊，有一股甜香，也只有口脂的花香，才能掩盖住它的气味。而且只有一次机会，终于等到攻城之日，他立刻将毒药涂在了自己唇上，全然不顾这毒也会侵入他的心脉。娘娘，这是冲着同归于尽去的。
儿臣见过父皇。免礼免礼，谢父皇。秦王遣了兵马出城来迎接。朕作为天子，要摆了大驾，回西长京，接受百官的朝贺。父皇，儿臣有几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有什么当讲不当讲的？说。如今秦王已经收复了西长京，立下了不世之功，不知父皇打算如何犒赏秦王？他可是朕的儿子。再说了，为君父分忧，这不就是他的本分吗？还有什么犒赏啊？父皇已经封3弟为秦王了，这众亲王之中，唯以秦王的封号是最为贵重的。若是再犒赏的话，也只有封3弟为太子了。你说册他为太子，立嫡立长都轮不到他，你就说说为什么要册他为太子？若父皇眼下无立3弟为太子之意，他又刚好立下了大功，没有犒赏，只怕这别有用心之人会挑唆3军，到时要闹出什么哗变，那就不妥了。哗变？这是父皇莫慌，父皇回宫之后可以打开宫中内堂，据说这孙贼走得匆忙，宫中内堂中的贵重财物都没有带走。内堂？是啊，父皇，父皇不妨打开宫中内堂，赏赐给收复西长京的将士们，将士们自会感激陛下的圣恩，就算有人煽动，也不会跟着闹事。还是俊儿来儿的法子好啊！朕回到西长京，就把宫中的内堂打开，犒赏3军。陛下公参天地，泽披万世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陛下公参天地，泽披万世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娘娘，娘娘你醒了，娘娘你醒了，醒了就好，醒了就说明毒性稍解了。外面是什么声音啊？娘娘，您都昏睡了好多天了。亲王殿下率镇西军收复西长京，迎陛下回宫。今日啊，陛下受百官朝贺，外面的声音正是3军的谢恩之声。我们赢了，我们赢了，我们赢了。娘娘放心，我们赢了，赢了。这2位姑娘是？娘娘，这是崔家军中的何校尉，受秦王所托，特来照顾娘娘的。多亏何校尉带来桃子姑娘，每日精心配药，才终于解了娘娘的毒。多谢何校尉。娘娘大义，救了天下人，何某应该替天下人谢谢娘娘才是，又怎担得娘娘一个谢字？这寝殿不错，
就是这个帐幔有点旧，都换新的。是。嗯。嗯。儿臣见过陛下。免礼免礼。哎，秦王你来的正好，这次收复西长京，你立下很大的功劳。说说看，想要什么赏赐？是金银，还是要封地啊？陛下，儿臣什么赏赐都不要。儿臣想请旨，待儿臣派人寻回太孙后，还请陛下应允迎回太孙。太孙？孙敬谋乱之时，弑杀先帝、先太子，幸得云长将军韩畅护卫太孙逃走。陛下，太孙乃先帝嫡传之血脉，请陛下应允迎回太孙，并令其为储君。哎呀，这么大的事，朕还要考虑考虑。陛下，先帝崩，先太子殉国，太孙继位，是名正言顺之事。朕都已经说过了，要好好考虑一下。你先回去吧，这一阵子你也挺忙的，先回去好好歇歇。没什么事，先不要进宫。是。娘娘，你还是再用一些吧。锦娘，孙敬还活着吗？是。按理说，我应该忧愁。因为大患终究未除，可是想到当初他浑身是血冲到宫里，握住我手的那一刻，我心里在想什么？我是先太子妃，娘娘，我在东宫的那段日子里。我活着，但只是一具躯壳。唯有和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才会感觉我是真正的一个人。可我是先太子妃，我本不该心悦于他。娘娘，我知道。我不会再说了，不会再有人知道我与他之间的过往，再也不会有人知道此刻的我还是爱慕于他。我与孙敬须臾为一，我冥结一失，死不足惜。娘娘，您切不可这么说呀！放心，我现在是不会死的。我还要确保太孙平安归来。
我要看着他长大成人，到时候话才有颜面到地下去见先太子。娘娘，不要！你还舍得来看我呀？我以为崔大小姐早就把我抛出脑后。齐王殿下为何如此健忘？明明是齐王殿下让我去照顾萧妃娘娘。萧妃娘娘今日的身子终于好多了，吃了半碗粥也能说话了。我这才有空出宫来看你。我一出宫就来看你，都没有去见我阿爹，你还不领情。那我走了，我要出城去见我阿爹了。哎，说笑的嘛。这样子，你陪我一会儿。待会儿我陪你一起出城去拜见崔大将军，好吗？你就不怕我阿爹再把你捆起来，塞到箱子里去？那你还是会救我的呀。那可不一定。你怎么了？是不是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啊？不然为什么一个人躺在这儿？没有，发闷看了一本书，闲的都快要睡着了。我听说陛下开了宫中内堂。散尽钱帛，犒赏三军。按理说啊，你立了这么大功，你这齐王府应该是车水马龙的，怎么如此静悄悄？我又不喜欢那些文官。再说了，我是秦王，我又领着镇西军，结交文臣多有不便，结交武将呢，那更是瓜田李下。所以我就想闭门谢客。这些文武百官也知道我的性子，可不敢上门来聒噪。旁人倒也罢了，难道不应该去拜见一下故乡吗？前日在朝上，故乡官复原职，陛下还要赐他一个爵位，但故乡跪谢立辞了，真是风骨过人。之前收复西长京，他也帮了不少忙，所以那日下朝之后，我便去了故乡府拜谢了故乡。光是拜见致谢就完了？那他连陛下的赏赐都不要，那我还能怎么办？既然都去了顾府，就没有见见顾婉娘吗？我去见顾婉娘做什么？你见她做什么，我可管不着。哎呀，你吃醋了？我没有。你就是吃醋了。我才没有。我要出城了，见我阿爹去。我陪你，免得你不放心。不要不要不要！别吃醋了啊！两位客官，瞧瞧，选点什么？咱们店里的果然啊，那是饱满香脆，唇齿留香，客官一定满意。这里每一样都给我来一份。客官，您稍后。你当日在信中说，待入京之后一定要一起来这家干果店。今天算是如约而至了。这一次买了这么多，够你吃一些时日了。怎么听起来有点不情不愿的？倒也不是不情愿，只是一想起来，今日一别，不知何时才能再见。17郎突然做小儿女之态，还让人挺惊讶的。本来呢想少买一点，这样你每次吃完了就会想起我。但是我后来想想，还是多买一点吧，这样你吃的时候就会想起我，更好。谁吃干果的时候会想起你啊？我呀，我吃的时候就会想起你。毕竟，你喜欢的，我也会喜欢的。客官，
您的干果好了，谢谢。走，走吧。娘娘看起来好多了，走路也稳了许多。桃子姑娘说，只要加以调养，日后便再无大碍了。何校尉到。娘娘，娘娘今日觉得身体好些了吗？好多了，快过来坐。谢娘娘。看娘娘的气色是好了很多，桃子跟我说，娘娘的毒解过之后，身子会十分虚弱，需要用一些血参补一补才好。我告诉了秦王，秦王便挑选了一些上好的血参，让我带进宫来送给娘娘。替我多谢秦王。娘娘客气了。前些时日，听姑娘说，你是崔家军中之人。受秦王所托，一直在宫中照应我。真是辛苦姑娘了。没有，娘娘您客气，说是照应，不过都是锦娘还有宫女们在张罗，我也就是过来陪着娘娘说会儿话而已。姑娘，是秦王的心上人吧？我虽从未见过秦王，但在我处境最难之时，与他通过密信，他的为人之道，从种种细节能窥见一二。我知道他府中并无女眷，你一定是他的心上人。他才放心将我托付于你。娘娘真是敏慧过人。我是一个世节无益之人，唯有一死，才能了断此生。当初秦王答应过我，一定会帮我寻回太孙。我知道秦王也是一个信守承诺之人。我的身份是先太子妃，如今在宫中处境尴尬，十分不妥。我想离开宫里，去一个僻静之处，找一处安身之地，也请姑娘转告秦王，成全我。娘娘放心，秦王必定会答应安排。你真的姓何吗？疏朗得当，原来世花你也颇具天分呐。秦王前日来了，我本来打算命你出去与他相见，可是后来一想，还是算了，此事不宜，以后多的是机会啊。是。陛下回京之后犒赏三军，可是唯独对秦王没有任何的赏赐。我想，陛下身边一定是出现了小人，八成是听信了谗言。世间事无碍如此，功高震主，赏无可赏。大概这也是陛下的为难之处吧。确实啊。
秦王呢，已是众王爵之中最为尊贵的了。可是，秦王他收复两京，光复我大禹王朝，立下如此泼天大功，一点赏赐都没有，实在是说不过去啊。父亲是觉得，陛下正值春秋鼎盛，此时还无意册立太子，不然的话，要册是必册秦王。可是信王居长，齐王自有得陛下私宠。自陛下登基以来，还未册封皇后，皇后所出才是嫡子。微服打算明日上书，恳请陛下追封秦王生母。秦王立下如此大功，其生母就该被追封为皇后啊。听说秦王生母出身卑微，嗨，管他出身卑微不卑微，能够生下秦王这般出色的儿子，那生母还不该被追封为皇后吗？朕意已决，信王齐王的生母董氏追封为昭成皇后，秦王的生母刘氏追封为昭仪。陛下，臣以为不妥。臣复议裴大将军，追封一是陛下恩典，二是为了礼序人伦。秦王自劳兰关起兵之后，平定宇内，收复两都，如此功绩，生母若只为昭仪，恐怕难以彰显陛下临诏万方之恩典。陛下，臣以为刘氏诞育秦王，理应追封为后。臣复议，末将复议。臣复议。你们一个个的，口口声声说秦王立下大功，收复两都，东都呢？陛下息怒啊，都是儿臣无能。你闭嘴！刘氏出身卑贱，难道就因为她是秦王的生母，就必须追封为皇后吗？陛下，既然生母出身卑贱，惹陛下不喜，臣自请褫去王爵，去劳兰关属变。你，陛下请息怒。秦王生为人子，感恩生母诞育之恩，乃人之常情，请陛下恕秦王。滚！你给我滚！朕不要再看到你这个逆子！滚！目无君父！目无君父！陛下口谕：兹秦王出言不逊，藐视君父，咆哮廷议，特旨申斥，免去秦王行军大总管一职，令在秦王府中闭门思过，不奉谕，不得出府门半步，不得参与军事，不得妄议朝政。钦此。臣李逆，谢陛下恩典。我年幼的时候呢，奶娘哄我说，我要有什么心愿，
就折一个竹蜻天。等它落地的时候，那我的愿望就实现了。那个时候呢，我特别想见到我阿娘，别人都有阿娘，就我没有。于是我便折了好多只竹蜻蜓，翻到桥上一只一只的往下放，直到全部放完的时候，我才发现，原来奶娘是红了的。这一个心愿，无论折多少竹蜻蜓，都无法实现。你一生下来就把他给克死了。哎呦，好了啊！你说，为什么抢你兄长的东西？我没有抢他的东西，是他抢我的竹蜻蜓，还骂我。他骂你什么了？啊？啊？你倒是说呀！他到底骂你什么了？说不出来了吧？你这孩子居然敢撒谎！我没有。你还顶嘴！我没有。你就是撒谎！没有。你还顶嘴！我没有撒谎。撒谎！没有。你再给我顶嘴！我没有撒谎。撒谎！就是撒谎！撒谎！没有。撒谎！我没有。撒谎！没有。小的时候，你就救过我的性命，后来又来到家中。无论我做什么事情，你都默默地支持我。当我犯了错，也是你来帮我承担。你用着我的年纪，不知道经历了多少危险，到最后也是为了救我而死。你做了10几年我的儿子，直到今天，为你立了这座衣冠冢，才能将你的真名示人。但在阿爹心里，你一直如同我亲生儿子一般。凤儿，阿爹定然会替你报仇。从今日起，你只是你，不再是翠莲，你就是刘成风。但是你永远是阿爹的儿子，你也永远是我的兄长。
从未想过，你我主仆二人可以活着离开皇宫。您看，秦王殿下替娘娘安排的住处多幽静啊！再说了，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，您还得接回太孙呢，将来您的福寿还绵长着呢。十七郎吃肉。莫儿美，十七郎来，拿酒，老三，来喝水十八碗。干了，干杯！老来喝水十八碗，第一碗就是那夜送水十八。哎，小裴将军，给你们的小裴将军上一份羊肉。好嘞，尝尝这羊排。来，给小裴将军肉，尝尝我们的羊排。吃这块。来，小裴将军，这肉好。来，我们接着喝，继续。十七郎，现在都这种局面了，你还有心情在这喝酒、烤肉、唱曲呢？哎，先来一杯。我没有啊，来一杯。你知不知道，孙敬派往百越的大军？尝尝这羊肉好不好吃？看这次烤的怎么样？走。外面有西王的耳目，讲话小声一些。这些天我一直在等你。此时孙敬在潼关虽然中毒昏迷，但他早晚会醒过来。他派往百越的大军已经在返程的路上。若大军跟孙敬在潼关会合，那就麻烦了。十七郎，那你的意思呢？这几天我一直在琢磨，最好的法子就是想办法让裴大将军派你去常州。这里是常州，这里是汉水，由南至北，这里就是截杀征百越大军最佳的地方。放心，这件事情我和父亲肯定会办妥的。还有一件事情要拜托你。嗨，你的事儿我赴汤蹈火都会去办。赴汤蹈火倒不用，就是你可得帮我这个忙。放心。秦王殿下可有什么口信送来？那就有劳信使了。何校尉不打算看一眼吗？原来是小裴将军亲自替秦王殿下送信来了。这封信呢，麻烦你交给何校尉。哦不，你也知道，现在是崔小姐，她就在洛阳城外崔家军大营里。十七郎，你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和崔家谈呢，还是说已经找到了收回东都的方法？都不是，是私事。哎，你这偌大一个秦王府，虽然说陛下用羽林军围了个水泄不通，但我就不相信了，你找不到人给你送信啊？耳朵呢？你有所不知，现在羽林军奉旨，每天要给府里一干人灯点卯，耳朵身手再好，一日之内来回也来不及啊。十七郎，我和你说了，崔家谁说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啊？这么快就变卦了？还有这盒刚买来的点心，你送过去，他爱吃，快点。十七郎现在已经被软禁在府中，但他却只惦记着给你写信。你真的不打算看一眼信吗？
小裴将军放心，就算天下的坏人都死绝了，你们家秦王也不会有事的。殿下不顾风险，数次救你性命，你完全没有放在心上。看来，你果然就是铁石心肠。秦王立此大功，若是现在仍旧在朝中，陛下有何可赏？若是陛下赏无可赏，那秦王的2位兄长，还有朝中大臣，是否会记得？秦王负气被禁足，表面上看兵权尽失，可实际上，他真的失去镇西军了吗？小裴将军也是领兵打仗之人，何时该冲锋，何时该扎营休整，道理是一样的。夜深了，小裴将军也不方便在我崔家军久留，我就不送了。告辞。送信来的人不是耳朵，有人现在很失落吧？没有啊，没有。大晚上肚子饿了吧？快吃口刚送来的点心，垫一垫。还是你最好，我真的有点饿了。快吃吧。小伟，这个点心不甜不腻，真的很好吃。那个信，你真的不看啊？要不然你看看。啊，这怎么是张白纸啊？小伟，你早就猜到了是不是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李逆让裴元来送信，就说明他虽然被软禁，但依然有可用之人，而且镇西军也仍旧听命于他。别的事情都不重要，干嘛要多费笔墨呢？哎呀，你们这2个聪明人，总这样一来一往的，累不累啊？是啊，比不上有些人，只要哨子一吹，那个耳朵啊就巴巴的赶紧跑来了。你觉得这样真的能劝动秦王吗？秦王其人，外刚内柔。旁人见他征战四方，沙场拼杀，其实他的内心再柔软，再良善不过。只要话说得巧，就一定可以劝动他的。陛下责令秦王闭门思过，相爷不是说好多人上了奏书，说秦王的坏话吗？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正因为秦王这次立了大功，所以反而被旁人忌惮。如今陛下正在气头上，如果秦王不肯低头认错，只怕父子间会生了嫌隙，大大有碍秦王的前途。见过秦王殿下。顾小姐，本该要去府上拜望顾相，但如今我出门不便，还请顾小姐回府之后替我转达致意。殿下客气了。其实今日前来，并非父亲吩咐，而是婉娘自作主张。婉娘有一样东西想要送给殿下。顾小姐客气了，府中诸物不缺，不该收顾小姐的礼。此为婉娘亲手所绣。婉娘访遍京中故人，幸得有数人曾见过秦王殿下的生母刘娘娘的音容相貌，我就按照他们描述的绣了这幅刘娘娘的画像。绣好之后，我给认识刘娘娘的人看了，他们都说很像呢。殿下，
我们小姐寻了好久，好容易找到几位曾经见过刘娘娘的人，又问了他们好久，问得可仔细了，再起了草稿，白天黑夜的埋头绣啊绣的，熬得眼睛都红了，终于将这幅绣像赶出来了。殿下，身为人子，不能承欢生母膝下，自然心中难过。可刘娘娘在天上有灵，得知殿下如今因才出众，肯定十分欣慰。多谢顾小姐，这幅绣像我就收下了。殿下是通达聪颖之人，自然也知道刘娘娘不会愿意殿下为了她的名分和陛下生分了。殿下，你看，这幅绣像我用了金线和银线，想着殿下若是将刘娘娘的绣像挂起来祭奠，也不会因为香火熏染而褪色。顾小姐想得太周到了，李妮感激不尽。殿下客气了。婉娘知道殿下不便待客，就先告辞了。小姐，你不是说要劝秦王跟陛下认错的吗？怎么后来又不说了，还这么快就告辞走了？原是我想错了。秦王将追封生母一事看得慎重。刚才我观秦王神色，如果我继续劝他，反倒惹他不快了。再说，他收下了刘娘娘的绣像，此后每次看到绣像，必然会对我有所感念。既然如此，不如早早告辞了。秦王真的不想再当秦王了？那陛下还要再罚他吗？人中龙凤，必不会堕于泥沼之中。秦王这样的人物，什么小人都只能困扰他一时，绝不可能困扰他一世。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别看了，没有回信，人家连你的信都没有拆。我又不是在等回信。不过有一句说一句啊，那个崔小姐有些话呢，确实还有些道理。她说你现在这个境况呀，那就像咱们冲锋打仗，何时该冲锋，何时呢该停下来休整，这其实你自己心里都有数。这什么呀？那是我娘的绣像，据说与她本人一般无二，我都没见过她。那这幅绣像绣得真的很好，简直是栩栩如生啊！是啊，顾小姐送来的，说她绣了很久。顾小姐送的？看来这个顾小姐对你很有心啊。失气了啊，她是不是对你有意？我与她压根儿就不是一类人，各花入各眼。我呢，还是喜欢崔小姐。那崔小姐，人连信都没看。大都督可有起色？医师以秘药辅以针灸解毒，说毒素已经被拔得七七八八了，这毒甚是绵长凶险。大都督，大都督，大都督，大都督。
当初我答应秦王，如果他承诺保太孙平安，护太孙继位，我就想法子毒杀孙敬。为此我不惜与他共赴黄泉。可没想到